凤晴听到凤若的叫喊声，她停下来，扭头看了看凤若后，那又想了想，便往回走，回到了凤若的面前。她身子微轻，凑到凤若的耳边，轻声说道：他们疼你有什么用？以后继任家主之位的人是我，等他成了家主，第一件事就是让凤若改姓，不让凤若再姓凤，然后凤若在凤家得到的所有钱财，他都会一点一点的要回来，再把凤若赶出凤家。那凭什么害了他的人还能在凤家享受荣华富贵呢？父母兄长与这个假千金相处了20几年，有感情，他和凤若可没有感情，就不会对凤若手下留情。凤晴大学毕业后就能自己建立公司，又在商界摸爬打滚多年，才被凤家找回来认祖归宗。那他知道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，凤若就是他的敌人，凤若不甘心，这想跟他争家主之位，他清楚得很。还有父兄嫂也都挑唆着凤若与他争，他们全都站在凤若那一边。凤若以为他们真的是帮着他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不过是他的亲哥哥们想他和凤若互相残杀，他们好坐收渔翁之利，想更改凤氏家族女人当家这个规矩而已。凤晴对于父兄嫂更疼爱，凤若一点都不在乎。不是他寡情，而是他看得清现实，只要母亲是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，给他机会接触家族事业就成。在凤氏家族里，只需要得到家主的认可就行。他亲生母亲表面上对他一般般，也像外人看的那样更偏爱着凤若，但是该给他的都给了，也没有因为他看起来软弱可欺，就不让他接触凤家的权力中心。毕竟呀，他们才是亲生母女呀。凤若就算在凤家长大，就算打小就接受了家主的培养，那又如何？只要凤若不是凤家的亲生女儿，她的亲妈就绝不可能把家主之位让给凤若这个外人，哪怕她是烂泥，她亲妈也会费尽心思扶她上墙的。凤若连一点都看不通透，白白受了20几年的培养。凤晴现在妈还好好的，谁上位还是个未知数呢？你以为你一个乡下长大的乡巴佬，真能管制住那么多族人？谁服你？凤若冷笑着，你以为你是妈的亲生女儿，就能继任家主之位了？你没有那样的能力，就算是妈的亲生女儿，也不能接管凤氏家族。妈可以从族里的女儿们挑一个接任家主之位，那个时候你就是个笑话，而且能不能活下去还是个未知数。若是从族里挑一个女人继任家主之位，那凤晴这个家主之女就会成为新任家主的眼中钉肉中刺，肯定不会让凤晴活下去的。凤晴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凤晴眼里掠过了狠意，面上还是挂着笑意。她笑道：那就是目以待吧，你呀，还是想个办法怎么爬豪门阔少的床吧。只要你嫁入了豪门，你才能保住你现在的生活，否则你就回乡下去跟你的亲生母亲一起生活吧。她过过的日子也该让凤若尝尝。只是你现在的这身份地位，就哪家豪门的太太敢让他们的儿子娶你？娶你一点利益都没有，豪门的婚姻没有价值的，你以为你能进去？顶多就是别人的玩物而已。凤若被气得半死。凤晴说的话无情至极，却也是事实。自从真假千金的事情发生后，凤若在江城上流社会的地位那是急剧下坠，可以说是一落千丈。以往与她交好，甚至是带着点讨好的人，现在都离她远远的。哪怕她还能在江城上流社会这个圈子里活跃，还是家人们的宠儿，但是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是人精，她在家里在受宠，外面的人都不再给她面子。曾经那些她看不上眼的二世祖，现在只会围在凤晴身边。凤晴站直身子，笑眯眯的道：爽了吗？那我回屋里去了，以后不要犯贱，不要以为我是任你搓圆掐扁的人。说完呢，凤晴转身再次朝主屋走去。
留下凤若站在那里，脸色呢是一阵红一阵黑的。他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着：凤晴，总有一天我让你跪下来给我舔脚趾头。管城战士集团，海童一手抱着一束花，一手牵着洋洋，站在公司门口等着战印下班出来。保安队长站在他的身旁，数次说道：总裁夫人，你真的不进去吗？总裁看到你来接他下班会很开心的。海童笑着：我不进去了，他忙，让他先忙吧，我一进去他就干不了事。我过来也是给他一个惊喜，就是在这里等着他出来，他忽然看到我才是惊喜。他带着洋洋从 A 市回来，一下飞机就坐着车直奔战士集团而来，答应了那个醋桶，他回来接他下班的。不过回来时他并没有告诉战印他几点钟会到管城，就是想给战印一个惊喜。战印也就是中午给他打了电话，确定他傍晚会回来，之后就没有再联系他。他知道他在忙，否则以他的醋性早就跑到机场那里等上半天了。小姨，我想妈妈了。没有伴完了，那洋洋便开始想着妈妈。海童轻轻地摸了摸外甥的头，说道：等你姨丈出来了，小姨就送你回家。我跟你妈妈说好了的，你妈妈现在也还没有空，她姐的新店还在热火朝天的装修呢。陆东明每天下午都会让保镖送他去他姐的新店里，帮不到什么忙，但能帮他姐当个监工，看着工人们装修啊。陆东明每天上午和晚上做复检，下午气温太高他就休息。为了海玲，陆东明很努力地做复检，每次做复检他都摔跤无数次，汗如雨下的，有时候摔倒在地上，久久都爬不起来，就算能爬起来也站不起来，他就自己慢慢地爬到轮椅前，抓住轮椅再慢慢地站起，坐到轮椅上。那这样的动作呢，他也要花上10几分钟来完成。他不想让大家看到他像狗一样爬行的狼狈样子，都不允许大家在他的身边看着，也就是海玲偶尔过来看他吧，他允许海玲跟在他的身边。不过海玲在的时候，他都不做复健，不想让海玲看到他狼狈不堪。洋洋就懂事的了一声，随即又问小姨：姨丈什么时候出来啊？海童看向办公大厦，说道：再过几分钟你姨丈就会出来的了，他说过会回来接战印下班，然后夫妻俩一起去吃饭。那战印肯定会提前下班的。正说着呢，洋洋就指着从里面走出来的高大男人，欢喜地叫喊着：小姨，姨丈出来了。他挣脱海童牵住他的小手，朝公司里面跑去。战印是刚走出办公大厦不远，他眼神好啊，看到公司门口站着的海童，他抱着一束鲜花站在那里，就像一束光吸引着他快速地走向他。姨丈！洋洋奔跑而去，边跑边叫喊着。战印扭头吩咐着保镖团：你们去开车，我在公司门口等着。保镖团恭敬地应着，然后不再跟着战印走往停车场。姨丈！小家伙跑得飞快，很快就跑到了战印的面前。战印也快步上前，一把抱起了洋洋。姨丈，你下班了，我和小姨等你好久了呀。小姨都不想进来，她说要给你一个惊喜。姨丈，你看到我惊不惊喜？洋洋清脆的童音响亮，传出老远，听到的人都在笑。没有看过战印带洋洋的画面，大家都会以为战总那样冷漠严肃，应该是不喜欢小孩子的吧，小孩子也会怕他。谁知都错了，他们战总呀很喜欢小孩子，对洋洋这个外甥疼爱至极，简直是视若亲生。而洋洋也一点都不惧怕战总的冷漠严肃，听说这孩子初见战总就喜欢战总抱他了。小孩子的心灵最是纯净，谁对他真心假意，他或许说不出来，但他心里清楚。真正喜欢他，他能感受到善意的，他就会让对方抱他；感受不到善意，又是虚情假意的，被抱了，小家伙总会挣扎、哭闹，
想摆脱对方。战印笑着，姨丈看到洋洋太惊喜了。姨丈可想洋洋了，洋洋想姨丈吗？洋洋，姨丈，我能说实话吗？当然了，姨丈就喜欢诚实的孩子。洋洋过2天就要上幼儿园了，一定要成为一个懂事的、诚实的孩子。可不能撒谎，撒谎就不是好孩子了。战印说着，在洋洋的小脸上亲了几下，然后抱着洋洋往公司门口走去。我和龙婷玩得很开心，连妈妈都不想，更不会想姨丈了。姨丈说要说实话，洋洋就说了大实话。战印一点都不想不起来，我只顾着和龙婷玩。战印，洋洋太没良心了，姨丈可是恨你的。早知道就让小家伙画假话了，至少好听点。洋洋很认真地看着战印，就说到姨丈想小姨，不会想洋洋的呀。战印一噎，那姨丈想你小姨的时候，顺带的想想你吧。洋洋撇撇嘴，不开心的样子。姨丈偏心，想我都是顺带的。姨丈顺带的想你，好过你一点都不想姨丈。你都不想姨丈，还想要求姨丈天天想着你吗？洋洋张嘴想反驳姨丈的话，无奈他年岁太小，根本就反驳不了他姨丈，只得干着急。他着急的样子逗得战印大笑，又在他的小脸上猛亲几口，亲的小家伙都用手推开他的嘴脸，还用手擦着被亲的小脸，嫌弃的到姨丈糊得我一脸的口水。战印笑道，你以往就是这样糊姨丈一脸口水的。洋洋又不说话了。就快到公司门口了，他从战印的怀里挣扎着下地。战印放他下地，他小跑出去，回到海童的面前，扬起俊俏的小脸，向海童告状，小姨，姨丈糊我一脸的口水，等下你再帮我也糊姨丈一脸的口水。姨丈想我都是顺带的，姨丈不够喜欢我了。海童笑道，姨丈欺负你是吧？好啦，等回家后小姨帮你报仇哈。洋洋用力的点点头，嗯着。战印走过来，好笑的把洋洋自背后抱起来，就在洋洋的小脸上轻咬一口，还知道告状了。洋洋，你就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洋洋在他怀里扭身，然后2手搂抱住他的脖子，奶声奶气的说道，姨丈，我现在很想你，很喜欢你啊。我最喜欢的人就是姨丈了。不对啊，洋洋常说最喜欢的人就是妈妈和小姨，要不就是小军阿姨或者你表姨。貌似吧，你是见一个就说你最喜欢。洋洋眨着大眼睛，他有吗？海童笑着说，丈夫别逗洋洋了，他现在的智商哪是你的对手呀。他把花束递给战印，战印当即放下了洋洋，接过老婆送给他的花束，笑容灿烂至极，看海童的眼神满是情意，眼里也只有他的海童。这被姨丈放站在地上的洋洋仰头看着2个大人，他看看姨丈，又看看小姨，就总觉得自己在他们之间属于多余的。电灯泡，就洋洋竟然想起了姨丈不止一次说他是电灯泡的话。他现在又成了电灯泡吗？可他不姓电呀，他姓周的，他叫周洋，不叫电灯泡。小姨，抱抱。觉得自己不是电灯泡的洋洋反身就朝海童伸出双手，要海童抱他。海童抱起他，小姨，我们接到姨丈了，给了姨丈一个惊喜。姨丈笑得像老鼠偷到大米一样了。我们可以去找我妈妈了吗？海童笑道，好吧，我们去找你妈妈。战印轻点一下他的额。姨丈什么时候笑得像老鼠偷到大米一样了呀？你知道老鼠是怎么笑的吗？吱吱吱吱，那是老鼠的叫声。洋洋求助地看向小姨，海童嗔着丈夫，你又逗洋洋了。洋洋，别管你姨丈，你姨丈刚才笑得见牙不见眼，的确是像只偷到大米的老鼠。保镖团开着车出来了，海童对丈夫说道，先送洋洋回家吧，去姐的新店里接上姐和东明，一起去管城大酒店吃饭吧。你出去了那么多天，姐也惦记着你和洋洋。海童看丈夫的眼神都是光，
好，她的男人最是体贴，被她这样看着，战印附到她的耳边小声说道：彤彤，你别这样看着我呀，我会忍不住想亲你的。姨丈，你和小姨说什么悄悄话？被2个大人忽略了的小电灯泡好奇地问着。那海童便轻推了一下战印，战印站直身子，低头看着小电灯泡，颇是无奈地用手摸了摸洋洋的头顶，说他：洋洋，你真的是个电灯泡呀。姨丈，我姓周，不姓电。哎，我不是电灯泡。海童笑着抱起了外甥，就得战印的车子走去，边走边笑道：是，洋洋不是电灯泡，你姨丈逗你玩呢。小姨，姨丈为什么老说我是电灯泡？电灯泡是会发光的，我又不会发光，姨丈胡说八道。战印绅士一般帮海童开了车门，笑道：对，姨丈就是胡说八道，咱们洋洋最是正经的了，不会胡说八道。我是好孩子，洋洋严肃认真的道，所以他不会胡说八道，他都说实话的，诚实的孩子是好孩子。战印跟着上车，放下了花束后，就把小家伙从海童怀里抱过来，让洋洋坐在他的大腿上，温声问：洋洋跟着小姨去旅游好玩吗？好玩，很好玩，我跟龙婷玩得特别好，不过龙婷比我懂得多。他说他上幼儿园了，姨丈，我也要上幼儿园，我要学很多很多知识，下次见到龙婷，我就能把他比下去了呀。龙婷学武比他厉害，力气比他大，吃的比他多，懂得也比他多。洋洋觉得自己输给了龙婷，他要努力，过2天就开学，洋洋就可以上幼儿园了。希望你到时候别哭喊着不肯上幼儿园哈。洋洋认真的道：我不会哭喊的。龙婷都说他没哭，他说他班里的小朋友会哭，他就看着别人哭。我上幼儿园后不哭，我也看着别人哭。战印笑道：姨丈就是目以待了，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不哭，乖乖的。洋洋问海童：小姨，我们什么时候又能去旅游了？龙婷说她只有放长假的时候才能回来，平时都是在她师公那里学武，上幼儿园的。海童笑道：你也是啊，等你放长假，小姨才能带你去找龙婷玩。学习的时候就认真学习，玩乐的时候就放肆的玩。洋洋哦了一声，哎，小家伙还不知道多久才会放一次长假，以为很快就能和龙婷见面，在心里发誓上了幼儿园后，他要好好的学习，要比龙婷强才行。龙婷说他还要学医的，要学很多很多东西。小姨，这学医是什么呀？学医就是学习医术，以后治病救人呀，这是救死护伤的工作。龙婷说她要学医，小姨，我要不要学？你现在还小，等你再大一点，你要是喜欢学医，以后就选择读医学，哎，将来就可以当医生，治病救人了。洋洋，你不用事事都跟龙婷比，你们各有各的优点，比不来也不用比。龙婷学医，那是因为他的师傅师公都是神医，他是他们师门的传人，自然是打小就要接触医学，而且他背负着血海深仇，压力大，需要学的东西很多呢。他不仅要继承零零的一身医术，还要练好拳脚功夫，再大一点后，更要学习经商管理。他原生家庭也有很多家族事业的，只是现在都被仇人霸占了。龙婷如果不够优秀，他是很难夺回原本属于他的一切的，更难将仇人绳之于法。那他的报仇方式呢？长辈们都是希望他慢慢来，搜集好证据，利用法律将仇人送进去，就是帮父母家人报了仇，不希望他以牙还牙，那样他双手也会沾满鲜血，毁掉自己的下半生。洋洋似懂非懂的。那一会儿后，数辆车就停在了海陵的新店门口。陆东明坐在店门口等着洋洋吧，轮椅后面站着他的保镖。战印开了车门下车，再回身抱着小电灯泡下车。洋洋双脚一着地，就挣脱了一丈的大手，小跑向陆东明。洋洋别跑那么快。陆东明见状，
心急不已，叫喊着让洋洋别跑那么快。同时，他很想去抱洋洋，但他还走不了路，推动着轮椅又走不快。小家伙跑得快，陆东明才滑动了一下轮椅，他已经跑到跟前。陆叔叔，洋洋原本是想爬上陆东明的大腿的，都做出了想爬的动作，又赶紧放弃，因为陆叔叔的脚还没有好，他不能爬到陆叔叔的大腿上坐着。那洋洋这个细小的动作落入陆东明的眼里，陆东明那是欣慰的，他花了很长时间才让洋洋不害怕他，喜欢他。现在小家伙都知道心疼他了。那陆东明主动地抱起了洋洋，就让洋洋坐在他的大腿上。哎，陆叔叔，你的脚会痛吗？洋洋坐着一动不敢动，怕自己动一下，陆叔叔的脚就会痛。就陆叔叔只要不走动，就不怎么会痛。哦，洋洋松口气，紧绷的神经明显松了下来。洋洋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陆东明低头用脸磨蹭着洋洋的小脸。陆叔叔很想洋洋呢，我和小姨刚回来不久，去接了一仗下班就回来了。陆叔叔一仗说接上你和我妈妈一起吃饭，洋洋偶尔也会想陆叔叔。战印夫妻俩走过来，听到洋洋的话，战印说道：洋洋，你也太偏心了吧，你说你玩得开心，连妈妈都不想，也不想一仗，怎么偶尔会想你陆叔叔？洋洋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他理所当然地答道：陆叔叔是病人，病人需要哄。众人笑。陆东明笑道：这么说，洋洋刚刚说偶尔想陆叔叔的话是谎话，不过就算是谎话，也是善意的谎言，陆叔叔听了也很开心。洋洋见大家都笑他，很不好意思的把小脸埋在陆东明的怀里。海玲从店里出来，他还挽着他的包，是准备直接跟着妹妹夫妻俩去吃饭的了。洋洋，你怎么坐在你陆叔叔的腿上？快下来，陆叔叔会痛的。海玲一看到儿子坐在陆东明的大腿上，担心会坐痛陆东明，连忙叫喊着让儿子下来。陆东明搂紧小家伙，对海玲说道：我现在的痛感没那么厉害的了，只有我走动的时候脚才会痛。洋洋这样坐着没事。海玲对他说道：你要是不舒服，要说不要忍着。说着，他还是把儿子从陆东明的怀里抱了下来，这才和战印夫妻俩打招呼：姐。海童给了姐姐一个拥抱。姐妹俩拥抱过后呢，海童打量了姐姐一番，说道呢，也就数天不见嘛，我总觉得姐好像不一样了。海玲失笑：有什么不一样，还不是那样。妈妈，我饿了。小家伙对海玲说道。海童便抱起了外甥，对姐姐说道：姐，陆总，哎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好。战印转到陆东明的背后，推着陆东明走，保镖则和战印的保镖团一起走着。海童姐妹俩带着洋洋走在前面。战印轻声问着好友：你和我姐是不是有进展了呀？彤彤不说，我没有留意，她说了，我就留意到我姐好像更加的美丽动人了。陆东明低笑着：你以为是我的功劳？海玲还没有接受我的爱意，我和她现在还是朋友关系。虽然我很希望她的美丽是为我绽放，可惜不是。她现在是有了自己的事业，自信满满的，又没有家庭拖累，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，心情好，就让人觉得她变了很多，觉得她特别的美丽。当然了，海玲从来都不丑。战印笑：看来咱们的眼神是一样的。我看我家彤彤也是这样子，她事业越来越好，人越来越自信，我就觉得她越来越漂亮。一行人呢去了管城大酒店吃饭。饭后啊，陆东明想送海玲母子俩回家，被海玲婉拒了，考虑到自己行动不便，陆东明最终放弃了。海玲开着车带着儿子回家，战印夫妻俩还去逛了一会儿街才回家去。小别胜新婚，战印缠着爱妻大半宿，才心满意足的梦周公去。海童旅游归来，
在家里休息了2天。9月1号开学了，他和姐姐一起送洋洋上幼儿园。看着小家伙穿着新园服，被老师牵进了幼儿园，海童忍不住感慨着，时间过得真快，洋洋仿佛昨天才出生，转眼间就3岁了，都上幼儿园了。直到儿子的小身影看不到了，海玲才敛回了视线，说道：洋洋一天天长大，我们就一天天老了。姐一点都不老，姐还年轻得很。海玲笑道：我是说我们会一天天老去，现在我是还不老，再过20年，我都不承认自己老，心态要年轻，总觉得我现在才18岁呢。海童也笑，他亲昵地挽着姐姐的手臂往回走，边走边说道：我觉得我还没有长大，还要姐姐追着喂饭。小时候父母外出干活，都是姐姐喂他吃饭的，他有5、6岁大了，有时候还要姐姐捧着碗追着他走，时不时喂他吃2口饭。吃完1碗饭有时候要半个小时，慢的时候要1个小时。姐姐常说小时候吃饭那么慢，总是要追着喂饭的她长大后却成了个吃货。在姐的眼里，你永远都是那个小妹妹。你今天要去书店吧？那姐也去任你时看看。姐开车慢一点。海童送着姐姐上车，还不忘叮嘱姐姐。海玲笑道：这句话该是姐跟你说啊，你开车太快了，那还是听战印的话，用个司机吧。海玲比妹妹年长几岁，要成熟稳重很多，她开车是很稳的。反而是海童偶尔喜欢飙车，她喜欢疾驰的快感，我就喜欢方向盘掌控在自己的手里。海玲无奈地笑了笑。姐妹俩是在幼儿园分开的，各自回各自的店里。书店的门早已开啊，沈小军拿着鸡毛扫在打扫着书柜。现在这个店学生们早已回校，店里安安静静的。苏家的保镖被沈小军赶回去了，他一整天都是待在店里的，没必要留2尊门神守门口，吓到学生们。海童停好了车，拿着车钥匙下车，边叫喊着小军的名字，边走进书店里。他还买了几样小军爱吃的水果，提着几大袋进书店。沈小军走出来，看到他提着几袋水果，上前就要接过2袋，海童连忙拦着他，说道：你别提，挺重的呢。我来吧，我力气比你大。海童会拳脚功夫，力气是比沈小军大很多。那沈小军说道：不过是2袋水果，我还是拎得动的，肚子还没有显怀呢。你们个个都把我当成了玻璃娃娃，好像我做点什么就会摔碎似的。海童还是不让他拎水果，自己提着直接进厨房里去。每样水果他拿了一些出来，余下的就放回冰箱里。他边清洗着水果边对小军说道：天气热，水果放在冰箱里，你想吃跟我说，提前从冰箱里拿出来，等到没那么冷了你再吃。孕妈妈要少吃冰冷的东西。彤彤，你忽然就成了我的管家婆了。沈小军伸手摘了2颗葡萄吃。在家里，苏南管着我，在店里你也管着我，我就真没有自由了，可怜呀。海童笑道：这不是管你，是提醒你为我的干儿子好吗？你咋知道我肚里的是儿子呀？我夫妻俩都想生女儿的，我预感。好吧，我也预感是个儿子，不过没事，第1胎儿子，第2胎女儿啊，女儿有个哥哥疼着好。沈小军也喜欢儿女双全，他想大多数人都会和他一样吧，想着1儿1女，儿女双全。真羡慕军大少奶奶1胎2宝，儿女双全。海童洗好了水果，说道：你都羡慕的话，我就更羡慕了，你好歹都怀上了，我比你早结婚，现在还没点动静。那些人没少在我背后说我是不会下蛋的母鸡，等着看我什么时候被战印踢出家门呢。不说豪门，就是普通家庭里，若是妻子不能生的，很快就会离婚再娶。如果是丈夫不能生，很多时候都是领养孩子，不会离婚，社会就是这么现实。
海童还没有怀孕，在别人的眼里早就成了不能生的女人。就算战印很爱她，很宠她，也说了她不是不能生，是他们还不想生孩子，谁信啊？大家都想等个3、5年，战印大概就会心冷了，不会再爱她，再宠她，然后离婚，把她踢出战家，再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回来生孩子。海童知道别人在背后怎么说她的。沈小军气愤地道：彤彤，你不用管别人怎么说，只要战印和他家里人不催你就行。再说了，你还没有怀孕，也不能一股脑怪到你头上来，那谁知道会不会是战印的问题？当初你说要检查的时候，那战印可是拒绝的。沈小军相信好友夫妻俩身体都没有问题，但别人老是说好友是不会下蛋的母鸡，他就忍不住生气。怎么不说是战印的问题呢？太不公平了。一对夫妻久不怀孕，大家都是怪到女人的头上，凭什么？以前我还会在乎，现在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了。可能是听多了吧，麻木了。海童是真的看淡了。听到好友替自己不平，他笑道：小军，你这话可别让战印听到，他身体是很好的。要是说他有问题，倒霉的人是我。沈小军说道：我就在你面前说说，只要战印没有赖到你头上，我绝对不会当着战印的面质疑他的。沈小军对战印的包容仅限于他不质疑自己的好友。你在风尘山庄住了几天，沾了穆情的喜气，说不定很快就会有孕的。总之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相信你是没问题的。海童端着洗好的水果出来，放在收银台上，招呼着好友过来吃水果了。不用气成那样，你现在最重要就是开心，开开心心的养胎。我是你肚里孩子的干妈，当干妈也是一样的。沈小军走过来，在他的对面坐下，边吃着水果边问着：战奶奶还没有回来？舍不得军言，留在那边多住几天。沈小军笑道：我就猜到是这样。战奶奶年轻的时候盼女儿，当奶奶的时候又盼孙女，现在继续盼曾孙女。看到穆情的女儿，怕是偷回来养的想法都有。奶奶是真的很喜欢军言，军言也很乖，不怎么哭。他哥哥就很爱哭，眼睛一睁开就好起来。海童掏出手机，翻出他在风尘山庄拍到的相片给沈小军看。他拍的多数是宝宝的相片，有穆情的2个孩子，也有宁雨辰的那双孪生子。程玲玲的儿子还在跟妈妈一起坐月子。海童就没有拍他的相片。那沈小军翻看着宝宝们的相片呢，笑道：也怪不得战奶奶在风尘山庄住着不想回来，有这几个可爱的宝宝陪伴。那战奶奶说的住几天估计会变成住几个月呢。海童笑道：别说是奶奶，连我都想多住一段时间。洋洋也不想回来，不过洋洋要上幼儿园，不回来不行，战印又天天催，我只能提前回来了。对了，那些相片你和战印说了后，他是什么反应？我家老苏调查清楚了，那个男人只是身形和背影像战印，五官是一点都不像的，就原本只是个送外卖的普通人，因为给段家小姐送了1次外卖，就被段小姐包养了。别人是这样说的，段小姐包养了他之后，就给他买了名贵的西装、领带，还安排了几名保镖跟着他，给他安排豪车代步，似乎是想把他打造成第2个战印。他对战印的那心思还真是够露骨的。只要见过战印的人，看到段芊芊包养的那个男人的背影，都会以为是战印的。海童默了默后说道：就算脸也像战印，也不会是战印，只要不是战印，他要包养谁那是他的自由，与我无关。别人会怀疑他朋友圈天天秀恩爱的，相片是他和战印的呀。他每次晒的相片，那个男人都没有露出正面，分明就是想误导别人他和战印在一起，就是想通过这样子来破坏你夫妻俩的感情，让你怀疑战印，误会战印。海童笑了笑：我的男人我还是很相信的。
只能说段芊芊对战印一点都不了解，不过是见了2面就被战印的外表迷住了，以为那样做就能让我夫妻感情破裂，太天真了。除非我捉奸在床，否则我都会相信战印。当然了，若是战印真的背叛我，我会成全他和新欢。沈小军说到这个倒是，我都相信战印。想当初战印可是花了不少时间才爱上你的，他这种人不会轻易动心，若是见了美女都心动，也轮不到你来嫁他。他早就不知道有多少个女人了。海童吃着水果，忽然对好友说道：“小军，你说我要不要假装和战印闹矛盾，满足段芊芊的阴谋，让他以为他成功的破坏了我和战印的感情，看看他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？”沈小军笑道：“我是很想支持你，不过理智又告诉我不能支持你，你这是玩火，战印肯定不会同意的。爱慕战印的女人，破坏了你们夫妻俩的感情后，下一步的动作都不用看，就也知道是怎么走的，肯定是接近战印，温柔小意的讨好战印，好取你代之，成为战印的心尖宠呗。万一战印心动了呢？沈小军，你这话让战印听到了，就真的和你闹了。你家那位小气得很，一点事情能跟你闹上几天的。你呀，还是别去做这种事，免得真的闹了夫妻矛盾，让别人钻了空子。就算没有人能钻空子，你们夫妻俩闹矛盾，影响大家的心情也不是好事儿呀。再说了，这件事儿又不是战印的错，战印可没有去招惹段芊芊。海童被好友一顿念叨，赶紧举手投降，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我听你的，不那样做了。我家老战肯定也不同意的，一生气我又得哄老公。”那他一落，手机就响了起来，那手机还在沈小军手里。沈小军看到来电显示是战先生，便把手机递给好友，说道：“说曹操。”这曹操的电话就来了，话说你们结婚就满周年了，你对战印的备注还是战先生呀，让他看到又有你好受的呀。知道战印的霸道，沈小军都能预见，战印看到海童对他的备注，肯定又会生气的。海童一手接过手机，一边朝好友做了个嘘的动作，示意小军暂时不要说了，免得战印的顺风耳听见了，